OK， 今天不是来公布任何东西啊，今天是纯粹来讨论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保障这个 COVID-19 的 coverage。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ategory 3、4 and 5严重吗？这个是严重啊。Category 3是有这个肺部感染的，然后 Category 4的话有肺部感染又需要氧气的，然后 Category 5呢是算是严重，有器官的这个损伤，然后需要这个 ventilator 的。所以很多保险公司如果你们有注意到的话呢，他们有些是有的保这个所谓的医药费，但是现在市场上有分几种不同的 category。 这个消息是 as of 今天早上啦 OK。 那么呢在市场上现在有分3种不一样的情况 OK。 我们讲的情况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有保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病毒的住院私人医院的这个利益这个福利。那么市场上呢有3种情况。第一个情况是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就是朗诵没有保，不管你是什么情况它是没有保的，怎样都没有保你的 OK。 他没有理你是怎样的，怎样都没有保你 OK。 而且我们现在在讲这是不管任何什么保啦，就是医药卡的也好他额外给你的这个 coverage 也好只要是他有额外给你，我们算是有保咯 OK。 然后我们又有分不同 category 咯，所以市场上呢有3种不同的情况。现在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完全没有保，朗诵什么都没有保 OK。 但是呢这个情况的保险公司就没有很多1-2间这样罢了。那么呢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大部分保险公司都会做的这个情况，也就是呢如果你是 Category 3、Category 4跟 Category 5的病患者，然后你又是住在私人医院的话呢，那么他会给一些保障。这个一些保障呢不是完完全全让你 claim 完所有你花费的医药费，它只是给小部分的。打个比方 Category 3如果你患上的话，你住私人医院的话呢，他给你赔偿5000块。然后 Category 4的话给你赔偿15000， Category 5的话呢赔偿25000这个是有很多 in fact 是没有讲很多啦，有几间保险公司正在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跟你的医药卡的 limit 没有关系的，这个是额外保险公司英文叫做 utmost goodwill， 也就是讲说他出自于好心给保客的这个保障俗语讲好过没有啦，这样子的保障咯。所以它是有分不同 category 的患者才可以得到的这个赔偿。所以这一种赔偿呢是叫做based on utmost goodwill， 或者是真正的 term 叫做 ex gratia， 也就是OK 啦，好心啦，给你这样子的东西咯 OK。 因为你是我们的保客，我们也了解到你可能会需要到这些保障，我给你这样的保障咯。当然我也希望你不会中不会 claim 对不对？之前呢有些公司呢就只是给小小的啦，打个比方你如果不小心患上了 COVID， 你住院或者是hospitalize 我们叫 then 他给你赔偿 up to 几千块这样子，那个是没有分 category 的。就算你 category 1、category 5都好，你只要你是因为 COVID 而住院，他就给你一点点的这个保障甚至不是保客的都给。我所知道的有些蓝色的公司红色的公司都是有给的，就是你不是保客，然后你没有买他们的保单你不小心确诊也是有的赔的，赔一点点不多啦。但是你必须要申请咯，你必须要我们叫做注册咯 ，register 这个东西咯，去他们的公司网站 register， 然后之后呢，到6月30号的时候呢，很多这些这样子类似的保障已经是终止了，已经是 stop 了的 ，OK？ 为什么呢？因为太多人申请了，第一 ，OK？ 第二，也有很多 claim，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出自于保险公司对
这个我们叫做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 ，OK， 他们对这个社会要做出一点贡献，他们觉得有责任要去提供这个福利啊，但是这个福利不是很大，小小不了的，或者是如果你不小心因为新冠病毒而去世的话，他给你一点点的这个赔偿哦，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呢，之前呢是去年开始是 offer 给保客跟非保客，当然保客的话，你的这个保的 coverage 就高一点点哦。你不是保客，你不是那间保险公司的保单拥有人，就低一点点哦。但是每个人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保障的。现在就来了，有些公司之前年头的时候呢，只有一间公司讲说，我们的公司是可以保这个 COVID-19 的，这个住院的这个 coverage， 慢慢又有第二间公司哦，慢慢又有第三间公司哦，慢慢又有第四间公司哦，哇！截至今天早上哦，有5间公司是有保这个COVID-19 的住院的费用。你住院，我们的医药卡的利益啊，首先你要有医药卡啦。我们的医药卡的利益呢是有保你这个东西的，条件你必须要自己付钱先。保客病患者必须要自己付钱，然后再跟那个 agent 讲 ，agent 我要 claim 回 ，OK， 然后agent 就向保险公司向你做出这个索赔咯 ，file in 那个 claim。你如果是冠病的病患者，然后你进的是政府医院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个费用呢，基本上呢都是不用自己出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帮你出嘛。也就是讲，你如果住政府医院，我们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咯，就是免费。但是如果你是住私人医院的话，那么私人医院的费用是多少呢？最近在网上又有传这间医院叫做 KPJ Seremban， 在芙蓉的 KPJ 医院 ，OK， 就有贴着一个 notice， 那个 notice 呢就讲说，如果你是 COVID positive 要住院的话呢，它的 deposit 是多少钱啊？它的 deposit 是多少钱？那么 Category 1呢，它的 deposit 是10,000块，然后大概要住5天，总共的费用呢是1万到3万。Category 2的话呢，它的 deposit 是10,000，一样差不多住5-6天，它的这个费用也是1万到3万。因为 Category 1 and 2哦是没有症状跟轻微症状罢了，没有肺的问题。Category 3就有这个肺的感染，这个的 deposit 就要2万块 deposit 罢了哦。那 means 你一进去这间医院的时候，他不理啦，你有医药卡啦，没有医药卡啦 ，deposit 2万块 ，OK。如果你是 Category 3的话，然后差不多要住7天1个礼拜，总共的费用呢也是1万到3万块，因为你只是肺部感染，他们只是把它解决这个问题罢了。But 如果一旦你跳到 Category 4跟 Category 5，你的 deposit 是3万块 ，Category 4跟5呢，差不多要住10到15、20天 ，OK。总共的费用呢是差不多10万到20万总费用，然后到后面还写不等，也就是不懂的，就是如果等到你医好，刚好医药费是2万块20万就20万咯。如果20万也就是200千医药费你都还没有医好的话，你的 bill 就一直跳咯，一直跳咯。但是那个是后面的事情，我们先不要讲那个 bill 多少钱，我们先看那个 deposit 是多少钱先。所以你要进去医院，你要寻求治疗，辛苦了辛苦了。那个 hospital 的人跟你讲哦 ，deposit category 32万块咯 ，deposit 不了啊。那个 bill 多少钱？差不多10万到20万哦，100到200千哦。哇，这个你自己搞定了。我的保险讲我有得赔吗？条件是你有没有100千到200千 standby？ 就算你有啦，原本这一笔钱不是拿来医 COVID 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整个巡回，你的保险公司跟你讲有得保，没有问题 ，OK？ 而且他们讲到做到的，真的可以保的 ，OK？ 真的可以保，因为
有姓黑字白纸写着的吗？有姓的 ，OK， 有的保了，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关键是哦，你要自己先给钱了才有的 claim 吗？说大家来是真的中了啦，真的中了 COVID 啦，我要自己先出钱才有的 claim 吗？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哎呀，我没有钱哦，我就去住政府医院哦，对不对？然后你一去到政府医院哦，1分钱都不用花了哦，1分钱都不用花了哦，政府没有 charge 你钱 ，claim 什么？可是我的保单有的 claim 哎，claim 什么？因为都没有出钱，都没有给到医药费，你要 claim 什么东西？